哎呀，好久没有单独介绍某一款 ACT 了。今天给大家带来是 ACT 奥特之王，也就是我们大王的测评视频。说实话，之前我对这款产品的评价不怎么高，这点在 ACT 编年史中也有体现。但是我今天仔细的把玩了一下，确实不怎么地。配件乍一看很多，满满2大层，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只要抛开这个披风啊，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小锤子，算是一个配件玩法了。手型方面，除了握持手以外，给到的就是经典 ACT 系列的这个开掌手以及这个手刀手了。OK， 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大王的主体。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还原的其实比较偏向于超一和传说中的这么一个造型，但是它这个素体做的实在是有些太过于健硕了。在我仔细对比了以后，我认为这款的素体应该是从奥特之父那儿修改来的。该说不说，这个奥特之王头雕眼睛部分并没有用透明零件，而是用的一个金属红的涂装，这点我已经辨识很多次了，真的做的挺敷衍的。除此之外的话，这颗头雕其他部分做的还算是凑合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头顶的小球球非常脆弱啊，大家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把它损坏了。胸部以及腹部的2颗宝石呢是上了透明零件，这点来说做的还挺好看的。可以看到它这个肩膀这边是做了一个非常夸张的肌肉，这与我印象中的奥特之王差别是比较大的。这点也是因为和奥特之父用的是差不多的素体的原因，只不过是在这个素体上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动。手套出的这个毛绒细节做的就有些太卡通了，没啥技术含量可言，挺没质感的。另外大王这个腿它伸不直，始终保持这个微微弯曲的姿态，这应该就是因为它这个长靴的造型所导致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的可动性，头部上下左右的幅度还算尚可，手臂平台90度少一些，手肘弯曲90度多一些，需要向前的幅度相当有限，向后的幅度倒是非常不错，左右的幅度也还算尚可。因为这个裆部的设计，大腿很难进行前踢，踢着踢着就往侧边跑了，侧踢的幅度还不错，屈膝的幅度相当好啦，最后脚的左右接地性也还算是可以。我们来看一下产品里面所附属的这个披风，这个披风呢是 ACT 系列非常经典的这种3片式披风。于是我有个想法，它这种类型的披风是不是同模换色呢？在我拿出 ACT 奥特兄弟与奥特之父的披风与它对比了以后，我发现一件事，好消息是这个奥特之父和奥特兄弟的披风是完全同模具的，上面的花纹啊以及走势什么的都完全一样。这款奥特之王的披风它是新规的，造型与前2者是不同的。坏消息是它只新规了一部分，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很多地方它的花纹走势还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飘动的效果也是完全没有啥区别的，只是稍微改动了这么一点点这个效果。这个安装披风的时候，说明书上是推荐把这个头雕给拔下来，但是我不太建议你这么做，因为如果你频繁的插拔的话，它这个根部的孔位就会被扩大。之前老牛这只就出现了这个孔位被扩大以后就完全回不去了这么一个情况，哪怕老牛用这个丙烯颜料来增加摩擦力，它这个头还是很松，基本上就是属于转2下就掉了这么一个程度。最后是收了脖子的补件才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大伙儿在把玩的时候不要硬插拔，这样子的话会有不可挽回的后果。其实你不听这个说明书上的，不用把头雕拆下来也能把这个肩胛安全的卸出，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小概率蹭漆啊。然后背后这个孔位里面是个 C 型扣，我们把披风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非常清脆的一声，这个披风就安装完成了。然后我们把替换用的肩胛装上去就可以了。这个肩胛与原装的肩胛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它在背后留有了披风的空间。装上披风以后，大王看起来还是挺霸气的，只不过嘛，这个披风因为依然是一个3片式的结构，可塑性依然是非常低的。最后是这么一个奥特之王的锤子，因为原剧中造型就比较简单，没啥翻车的空间，所以说还原度这方面做的还算是可以。但原剧中这个锤子根部其实是有个红色的吊坠的，这点没有还原出来。OK， 那么这款奥特之王呢，因为万代当时态度比较摆烂嘛，真的算是做的比较拉胯了。然后这款产品现在的价格也不算便宜，可能在4、5张这么一个样子。依然是那句话，没必要就不要买了，真的不怎么好玩。ACT 优秀的产品多着呢。OK， 那么看完了不要忘了一键3连哦。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